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行我离。每当提到秘鲁的古代文明时，大多数人都会想起著名的印加人，他们被破坏的城市当然还有马丘比丘。然而印加人并不是第一个创造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古迹的人。大约2000年前，印加人崛起之前，在秘鲁的西部低地曾居住着纳斯卡人。他们不仅能够在干燥荒凉的沙漠环境中生存下来，而且还能成功的茁壮成长，并创造出令现今世界仍然无法解释的历史奇迹——纳斯卡线条。虽然纳斯卡线条的原始创作者在1500多年前抛弃了这片贫瘠的土地，但由于缺少雨水和风，他们的作品至今仍然可以看到。纳斯卡线条又称地面图纸，其创作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左右。被称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纳斯卡线条由800多条长达几十公里的直线、300多种三角形、矩形、梯形等几何图形，以及螺旋、箭头、锯齿形和波浪形线条构成。另外还有包括蜘蛛、蜂鸟、猴子等70种动植物的图形，最大的图形甚至有370米长，其中最著名的则是绰号为宇航员的人物造型。奇怪的是，如果不从高空俯瞰，几乎很难辨认出这些巨大的图形。几千年前的纳斯卡人到底有多智能呢？尽管被研究了80多年，但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地质遗迹纳斯卡线条，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。2018年，研究人员通过无人机又发现了50多个新的地面图纸。虽然一些新的地理图案归因于神秘的纳斯卡文化，因为纳斯卡人在公元200至700年间统治了这片区域，但一些考古学家仍然认为许多纳斯卡线条是由公元前500年至公元200年间早期的帕拉卡斯和托帕拉文化形成的。1926年，秘鲁考古学家最早开始研究纳斯卡线条。1941年6月22日，美国历史学家保罗·科索克注意到西洋与其中一条直线对齐，他觉得纳斯卡线条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学书籍。1946年，他的学生德国数学家、考古学家玛利亚·赖伊延续科索克的想法，认为纳斯卡平原是一个巨大的天文台。但不幸的是，他这一理论在1968年被美国天文学家杰拉尔德·霍金斯证实，这些天文现象只是偶然巧合而已。后来，瑞士考古学家、畅销书作家埃里希·冯·丹尼肯则提出，纳斯卡线条是古代社会与先进的外星种族接触的产物。他在1947年提到，纳斯卡线条是外星人的史前着陆场。然而最近，一些研究人员将这些线条归因于祈雨仪式，因为该地区每年大约只有20分钟的降雨量，线条和梯形可能与水有关，并恳求天神下雨。1988年，前国家地理资料管理员借鉴安第斯山脉中发现的动物的象征意义，他猜测蜘蛛、蜂鸟和猴子分别代表了雨水、肥力和丰富的水分，但与其他人一样，这个想法仍未得到证实。作为一个未解之谜和世界遗产，纳斯卡线条被秘鲁政府严格保护，但也有2次被破坏的事件发生。2014年12月，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在保护区内摆出标语，被秘鲁政府认为破坏了原始地貌。2018年1月27日，40岁的卡车司机比哥无视当地禁止通行的标语，直接将卡车开进了纳斯卡线条保护区，在遗迹内长100米、宽50米的范围内留下了轮胎印。随后，比哥遭到了当地警方的逮捕。其实，对于普通游客来说，欣赏神秘的纳斯卡线条有2种方式：一是地面欣赏，在纳斯卡以北20多公里处有一座高13米的观景塔，登上铁塔可以看到蜥蜴、手和树3幅图形。不过，虽然可以看到，但也不要指望你的照片会很清晰或令人印象深刻。所以，欣赏纳斯卡线条最好的方式还是乘坐飞机高空观看。如果从纳斯卡机场出发，费用在80到100美元。当然，很多游客会选择从利马到纳斯卡线条的一日游。纳斯卡线条距离利马以南400多公里，通常从利马乘汽车到纳斯卡，然后在纳斯卡机场乘飞机欣赏纳斯卡线条。返回利马途中也可能会去铁塔地面欣赏一次。整个行程甚至会凌晨3点从利马出发，半夜12点返回利马，全程费用大概在400-500美元左右。其实如果你有兴趣，也可以花费一点时间在沙滩上创作一幅属于自己的纳斯卡线条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